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生物界最强大的力。同样将这些胶状物涂在一枚1元硬币上，我们人类真的是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吗？嗨，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讲个轻松有趣的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微生物界存在的超能力。我们所构想的像隐形人、大力士、万磁王，还有可以控制闪电的暴风女，他们有的这些超能力啊，我们人类永远不可能有。但是这些超能力基本上是细菌玩剩下的基础技能。一个人有多大的力量可以算是大力士呢？徒手举起一辆轿车，这几乎不太可能吧？一辆轿车只相对于人类平均体重的20倍左右。但在屎壳郎看来，这简直是小儿科。与自身体重比，屎壳郎是地球上最强壮的动物。别看它体型小，它可以拉动自身体重1140倍的重物。这是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一个人举起6辆满载人的双层巴士，非常不可思议。与屎壳郎相比，人类的力量简直不值一提。有人测算过，用15倍于自身体重的力量就可以直接把人的手臂拉断。不得不说，屎壳郎才是动物界的当之无愧的大力士。然而，屎壳郎这种大力士在淋病奈瑟菌面前更是不值一提。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生物界最强大的力。哦，对了，记得有人问为什么屎壳郎会倒着推粪球，这可能是因为正着推会弄自己一脸翔。对于淋病奈瑟菌，我们只知道它会导致人类染上性病，但其实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超能力。奈瑟菌表面有一种动态的聚合蛋白酶，也就是菌毛。为了能够移动并进入宿主，菌毛需要伸长并附着在细胞表面的基质上，然后再收缩，将奈瑟菌自身向前拉动。为了测量奈瑟菌菌毛的回缩力科学家设计了一组微小的柱状弹性水凝胶，水凝胶柱均匀排列。当奈瑟菌的菌毛附着在上面并拉动时，通过胶柱的刚度和尖端发生的位移，可以推算出菌毛的最大回缩力。这个力可以达到0.1纳牛顿，这是奈瑟菌自身体重的1万倍。科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时发现，为了产生更大的拉力，奈瑟菌会把8到10根菌毛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协调的伸缩单元，所以它们的菌毛回缩力可以达到自身体重的10万倍，而且可以持续输出这种力长达几个小时。如果我们把世界上粘性最强的胶水涂在一枚1元硬币上，那么这个粘合力可以提起一辆轿车。这到底有多粘呢？我只能说非常粘。但这还只是我们能制造出来的粘性最强的胶水。我们经常会在船底看到一些脏脏的东西，即使用超高压的清洗剂也很难清洗干净。这是一种由新月饼杆菌分泌的天然胶状物，它是一种多糖分子，非常的粘。科学家在一个柔性的一叶管尖端培养单个新月饼杆菌细胞，然后用第2个一叶管尝试把细胞拉出来。根据柔性管的弯曲程度，可以测算出这种多糖产生的粘合力高达每平方米7700多吨。换句话说，同样将这些胶状物涂在一枚1元硬币上，所产生的粘合力可以轻轻松松地提起3到4台汽车。等一下，好像哪里不对，粘合力这么大，这等于是新月杆菌给自己挖了个坑嘛？它怎样才能脱身呢？其实这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啊！游离的新月饼杆菌是靠鞭毛来移动的，一旦它们选好了地点，鞭毛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会生长出分泌多糖的颈部，粘在湿润物体的表面，然后它会分裂成2段，一个粘住的，一个游离的。游离的这个就自由了。这种细菌可以生活在所有淡水和盐水中。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我们喝的水中是否也有呢？我想说的是，朋友您多虑了，怎么可能没有？接下来要讲的这位主角可真不是吃素的，因为他能消化的是一直以来我们人类难以降解的 PET， 他是名副其实的素食者。从常用的塑料水瓶到穿在身上的涤纶衣服，我们生活中这些随处可见、难以降解的塑料，已经给这个地球的生态造成了很大的困扰。2016年，一组日本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叫做 I. Sakaisense 的细菌，他们在塑料瓶回收站收集了250个沉积物样本，然后带回实验室研究，看看有没有哪种微生物在利用分解塑料来生长。于是就发现了这种细菌。他们发现 I. Sakaisense 用2种酶来分解 PET。首先，细菌粘在塑料表面，并分解一种叫做 PETase 的酶。这种酶可以将 PET 分解成 MHET， 这是一种中间化学物质，它可以被多数细菌细胞吸收，并最终分解成碳和能量。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的有害化学物质产生，而且这些细菌群落仅仅在1个半月的时间就可以完全降解这些 PET 薄膜。我们人类苦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只不过是他们信手拈来的基础技能罢了。如果真的拥有一项超能力，我想不少人会选择隐形。那么如果真的可以隐身，你会去做什么呢？反正我会去图书馆看书，偷偷学习。当然，所有的生物都有一个原则：
如果能隐形，就会首先去满足它自身最迫切的需求。对于动物而言，最迫切的就是捕食和逃命。科学家在夏威夷短尾鱿鱼的体内发现了一种叫做费氏菇菌的微生物，就是这种细菌可以让鱿鱼在夜间发出荧光。在夜晚的时候，月光透过海面照进海底，从海底往上看，可以看到各种海洋生物的影子。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捕食者就是靠这些阴影来捕食的。但是费氏菇菌使鱿鱼发出荧光，就像一个个光团，没有影子，这使短尾鱿鱼与月光融为一体，进入隐身状态，从而更方便的捕食和逃脱危险。当然，仅仅是发光，这并不算什么超能力啊，因为如果在白天发光，反而会使自己成为捕食者的目标。费氏菇菌的发光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群体感应，就是单个细菌并不会发光，只有当一群细菌聚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发出荧光。它们能根据密度的高低来控制整个群体的行为。为了实现智能化的隐身，费氏菇菌与短尾鱿鱼完成了非常完美的配合。首先，幼年鱿鱼会把周围环境中的细菌收集到自身的粘液中，鱿鱼的粘液含有非常高浓度的营养成分，而且可以产生过氧化氢，这种化学物质可以杀死大部分的细菌，但是杀不死费氏菇菌。这给费氏菇菌提供了一种绝佳的生存环境，可以快速繁殖。但一旦天亮，短尾鱿鱼又可以主动地排出体内90%的费氏菇菌，密度降下来也就不会发光了，同时也减少了鱿鱼体内自身能源的消耗。这可以说是非常智能的一套隐身系统。1956年，当时的科学家在使用强辐射对罐头食品进行消毒，结果他们发现没过多久，其中的一罐肉还是变质了。变质的肉上面有一种淡红色的微生物，这就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耐辐射的奇异球菌。据测算，它可以承受的辐射量足足比可以杀死人类的伽马射线高了3000倍。我们知道辐射会撕裂 DNA， 这是基因突变，但这并难不倒奇异球菌，甚至它们可以在脱水的环境中生存。我们在前面关于水的那一期讲过，水分子在支撑着 DNA 的分子结构，脱水一样会使 DNA 被撕裂。那么奇异球菌是怎么样实现这种超能力？经过分析，科学家发现它们给自身加了双重保险。首先，它们富含抗氧化剂类胡萝卜素，正是这种物质使它们呈现红色。辐射会使生命体产生过多的自由基，而类胡萝卜素可以中和自由基。其次，奇异球菌会把自身的基因组做4到10个备份，这样即使辐射破坏了 DNA 结构，其他的备份组一样可以重建被破坏的 DNA 序列，然后使用一种叫做 RAC-A 的酶将这些备份拼接在一起，把 DNA 复原。奇异球菌所具有的这种耐辐射性和抗干旱能力，让科学家怀疑这是最有可能来自于外太空的一种生物。试想一下，如果拥有万磁王那控制磁力的本领，你会用来干什么呢？驱磁罗菌真的具有这种能力。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它们喜欢氧气，但是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需要一个特定的氧气浓度。为了能够更高效地寻找最佳的氧气浓度环境，它们采用了一种非常聪明的方法。驱磁罗菌会在自己生存的环境中收集铁元素，然后在自己的体内制造磁铁矿纳米晶体。随后，它们会把这些磁铁矿排列成一条整齐的线。在地球磁场的作用下，这些细菌会排成一排，沿着磁力线来回移动。这大大提高了寻找最佳氧气浓度的效率，因为它们不需要在3个维度上漫无目的的游动，只需要在1个维度上寻找。这就好比你走着路在寻找一个目的地，然后不知道该往哪走的时候，突然给你来了个有轨电车，还带 GPS 导航。不得不说，驱磁罗菌，你拥有这么大的本事，你就用来干这个。所有的细胞在产生能量时，都会附带着产生多余的电子，这些电子必须被消耗掉，不能一直游离在细胞内。比如我们人类呼入的氧气，就是可以用来结合游离的电子。但是对于生活在氧气稀缺环境中的地杆菌，它们必须将细胞所产生的游离电子转移到金属上，所以我们所谓的新鲜空气对于它们来说，就是大量的溶解金属离子，铁、锰，甚至一些有毒的重金属都是它们喜爱的。为了将电子转移到金属上，它们生长出了纳米菌毛。不过，仅仅是拥有一个电驱动的身体，这个能力并不够亮眼。神奇的是，不同的地杆菌属物种之间资源可以共享。比如，一个细菌吃得足够饱，产生了足够多的能量和电子，但它无处转移多余的电子；而另一个细胞没什么吃的，但有一个好的倾倒电子的渠道。这两者之间就会通过带电的菌毛组成一个网络，共同维持生命。这就相当于每一个金属地杆菌都充当了一个比特位，它们组合起来就像是一个存在电逻辑的 CPU， 而这个 CPU 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地杆菌都生存下来。对于微生物来讲，上面这些超能力也只不过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比如还有存活超过50万年的超级远古细菌，这才是真正的长生不老。还有可以主动修改自身 DNA 序列的，超级耐高温的，
好多好多。这就是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人类真的是站在食物链的顶端吗？或者说，人类真的是这个地球的主宰者吗？我们可以肆意的圈养各种动物，甚至各种生物。那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难道不是我们人类被病毒圈住了吗？好，本期就到这里。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点赞、评论、转发，谢谢大家。